10个亿，带着你的烧烤摊，跟我回霍家，给我儿子当专属厨师。什么？是不是和爸妈走散了？天杀的，最看不着小孩挨饿了。吃吧，没放辣。霍小川，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？谁给你的胆子，给我儿子喂这种致癌垃圾？这位先生，是你儿子大半夜饿得在街上发抖，跑到我的摊位前要吃的。我不给他烤肉，难道看着他饿晕过去吗？他有专门的营养师，他每天的饮食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。你给他吃这些重油重盐的垃圾，如果他的身体出了问题，营养师，精确计算。你看看你儿子瘦成什么样了，脸上的肉都没2两。我看你们不是在养孩子，是在养苦行僧。保镖，把小少爷带上车。2年来，他第一次开口大声说话。爸爸闭嘴！我不吃草，姐姐的肉好吃。小川，你说话了。我要吃肉，我要跟着姐姐。开个价，带着你的烤炉，还有你的肉，跟我回霍家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还要做生意呢。做生意一天能赚多少？1万、10万，这张卡里的数目。老爸在医院的医药费刚好卡在这个坎上。买你3个月的时间，做我儿子的专属厨师。成交，但是先说好，我的厨房我做主。只要小川肯吃饭，随你。以后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，食材冰箱里都有。小川饿了，去给他做点吃的。霍总，你们霍家是养兔子还是在修仙？这连点碳水和脂肪都没有，孩子能长个吗？你懂什么？霍总，您怎么把一个路边摊大妈带回家了？小少爷的肠胃非常娇弱，只能吃有机的低脂的食物。这种油腻的东西吃下去，明天就得拉肚子。小川今天在他的摊位上吃了10串肉，而且他开口说话了。那只是小孩图一时口味的新鲜。霍总，您看我给小少爷准备的夜宵，这是我特意研发的分子料理，泡沫蔬菜泥，提取了10种有机蔬菜的精华，绝对健康。小川少爷，来吃一口。小川少爷，这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。行了，别恶心孩子了。你管这叫菜？这颜色端出去谁敢下嘴？你一个路边摊大妈，懂什么叫分子料理？今天不用，哄小孩吃饭不能一上来就靠重口味。小川，姐姐给你做点好吃的。先吃蛋，不烫。霍总，您看他大半夜给少爷吃碳水，真会发胖的。闭嘴，只要他肯吃，吃什么都行。我只是在检验食品安全，看看你用的食材有没有变质。霍总，这垃圾食品还合您胃口吗？那您检验的可真够彻底的，连啃了3根。食材还算新鲜，但调料放的太多，以后注意。豪门霸总嘴硬，未诚实。老夫人，你慢点。就是他，陆先生不知从哪里找来的路边摊厨师。昨天和今天，小少爷全吃的他做的东西，肠道的菌群都要被破坏干净了。你就是北辰带回来的那个厨师？我们霍家的孩子从小吃的都是最顶级的营养餐，你这些市井小吃怎么能上霍家的餐桌？老夫人，顶级的营养餐，如果孩子一口都不吃，那就连市井小吃都不如。小川少爷现在需要的是长肉，不是修仙。放肆！你一个外人也敢教训我怎么养孙子？妈，您怎么来了？北辰，
你是不是糊涂了？用一个路边摊的厨师来代替专业的高级营养师，小川的肠胃吃坏了怎么办？妈，小川吃了他的饭，愿意开口说话了，这比什么证书都重要。那也不能拿孩子的肠胃开玩笑。我今天把国际名厨威廉请来了。许清欢是吧？路边摊就是路边摊，你以为弄点好肉就能赢？林营养师，有空在这儿放狠话，明天我要你身败名裂，彻底滚出霍家。不如去看看你的分子料理，别明天又端出一盘冒泡的绿糊糊。各位，这是我为霍家精心准备的前菜。不错，这才是符合我们霍家身份的食物，健康、高雅。低温慢煮三文鱼佐牛油果酱，搭配黑松露鱼子酱。小少爷，快尝尝，这可是深海的三文鱼，富含欧米伽3。好腥，好难吃。小川，怎么吐了？这可是顶级的三文鱼啊！老夫人，顶级的食材，如果做法不符合中国人的中国味，怎么今天不烤了？是不是心虚了？就一碗清水，那就是受罪，是清汤。老母鸡、火腿、干贝、猪筒骨，昨天下午3点上的火，吊了6个钟头，熬出来本来是浑的，用鸡茸吸3遍，吸1遍，清1分，清到最后，所有的味儿都还在里头，一点渣都不剩。老夫人，您先尝。这锅汤你用了几只鸡？6只，最后就剩这一锅，还有第2样。手剁狮子头，肥4瘦6，刀背剁到起焦，不用绞肉机。小川，用勺子，别用筷子。姐姐，她自己没了。天哪，少爷的脖子怎么红了？爸爸，难受。孜然，他在狮子头里放了孜然。老夫人，霍总，赵医生，快！小少爷对孜然严重过敏，这女人是想害死少爷。许清欢用孜然谋害霍家小少爷，你下半辈子就等着赔个精光吧。把他抓起来，交给相关部门。许清欢，如果小川有什么3长2短，我要你整个许家陪葬。查，随便查。我许清欢做烧烤10年，从来不拿食客的健康开玩笑。小川少爷对孜然过敏，我早就问过保姆了。我今天用的调料是我爸祖传的秘方，真正的紫苏叶和老陈皮磨成的粉，里面根本没有一丁点孜然。你撒谎！这肉串上明明有一股孜然味儿，大家都能闻到。你就是想害死小少爷。霍总，快把小少爷平放在沙发上。霍总，老夫人，你们不用紧张，小少爷根本没有过敏。没有过敏？少爷的呼吸道没有水肿，皮肤也没有起红疹。他刚才剧烈咳嗽，是因为吃得太急。被肉汁呛到了气管，喝点温水顺一顺就好了。另外，我看了碗里剩下的那2颗狮子头，表面确实沾了黄色粉末，但少爷碗里那颗是干净的，粉末是后撒上去的，撒的时候他早就咬到第3口了。爸爸，我还要吃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狮子头上明明有孜然味。是啊，狮子头上确实有孜然味。你干什么？霍总，
您自己闻闻，这孜然味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林营养师，你连香料都不认识，也敢出来陷害人？紫苏和陈皮的颜色是褐色的，只有孜然粉才是黄色的。你趁小川呛到，冲过来抢肉串，就是为了把袖口里的孜然粉撒上去，对吧？去掉餐厅的监控，放大看他刚才抢肉串的动作。你胡说，我没有！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为了陷害别人，拿我开玩笑！霍总，我错了，我只是嫉妒他抢了我的风头，我真的没有想害人的意思。把他扔出去，通知全行业，谁敢录用他，就是跟霍氏作对。许清欢，今天的事是我们霍家误会你了，以后这厨房就交给你了。姐姐，听说你躲在霍家当保姆呢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许家的烧烤配方我已经拿去注册喽。明天我就要开许氏高端烧烤餐厅了，你就在霍家好好洗碗吧。许若琳，你偷了我爸的配方，害得我爸气得脑溢血住院，现在还敢跑来我面前炫耀，你给我等着！霍老夫人您好，我是若琳。听说我姐姐在您家做保姆，我特意来看看她。你姐姐？厨房那个做烧烤的许清欢？是的，我姐姐从小就不学无术，脾气又野，只会在街头摆地摊儿。我真怕她冲撞了您。哎呀，姐姐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霍家可是顶级豪门，你这满身的油烟味儿，也不怕熏着老夫人？许若琳，你跑到霍家来发什么疯？这里不是你演戏的地方。姐姐，我好心来看你，你拿刀对着我干什么？我知道你嫉妒我，嫉妒我继承了爸爸的烧烤配方，开了高端餐厅，可是你也不能自暴自弃来当保姆啊。老夫人，您可千万要小心我姐姐，她这个人手脚不太干净，以前在家里就经常偷拿我的首饰和零花钱。霍家这么多贵重物品，您可得防着点儿。你说我手脚不干净？许若琳，到底是谁手脚不干净？我爸突发脑溢血，躺在重症监护室，你和你那个恶毒的妈连夜撬开我爸的保险柜。你胡说八道，那配方本来就是爸爸传给我的。你一个摆地摊的，懂什么叫高端餐饮？我现在可是金圈名媛，许氏高端餐饮的创始人，我随便拎个包都够你摆10年地摊了。装名媛也要下点血本吧？你这包是在哪个微商手里买的 A 货？你放屁！这是我托人从法国专柜带回来的，光配货就配了大半年。你这包3位数都嫌贵。第一，正品的走线是斜纹手缝线，你这包的走线是平行的机器线。第二，正品的五金件是镀金的，你这上面的五金不仅反光刺眼，边缘还有没打磨干净的毛刺。第三，正品的皮子有股淡淡的皮革香，你这包一股工业胶水味儿，隔着2米我都闻到了。偷了我爸的配方开餐厅，赚的钱连个真包都买不起。许清欢，你血口喷人，你就是嫉妒我。老夫人，您别信他，他就是一个满嘴谎言的小偷。霍总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我姐姐她不仅污蔑我买假包，还拿刀威胁我。他这种人留在霍家太危险了。他说你偷了配方，
是真的吗？我没偷，配方是我爸亲笔写的，是他和他妈趁我爸住院昏迷，撬保险柜偷走的。保安，对，把她赶出去！这种手脚不干净的女人，把这位买假包的许小姐请出去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她踏入霍家半步。霍总，你说什么？是他偷了配方啊！你怎么赶我走？我霍北辰的人，轮不到别人指手画脚。配方的事，我会查清楚。如果是你的，谁也拿不走。放开我！我是许氏餐饮的创始人许清欢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霍总，谢谢你相信我。做好你的饭，小川饿了。哟，这不是霍家小少爷吗？你是霍家新来的保姆，怎么身上一股穷酸的油烟味儿？你平时都给小少爷吃什么垃圾食品啊？我们家子轩每天早上只吃空运来的有机草莓和无麸质面包。就是啊，霍家怎么找了这么个不上档次的保姆？这满身的烤肉味儿，真是拉低了我们幼儿园的格调。让让，挡路了，小川要迟到了。你一个保姆嚣张什么？今天中午幼儿园举办亲子野餐会，我看你能拿出什么上得了台面的东西。哼，看到没有，这才是健康的高端饮食。你带了什么？不会是路边摊的包子油条吧？你疯吗？你在贵族幼儿园里生火烤肉，你这是污染环境。今天老娘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真正的人类高质量美食。阿姨，好香啊，我能吃一口吗？这是我姐姐烤的，我的。小川，好东西要跟同学分享，姐姐带了很多。太好吃了，比我妈做的水煮鸡胸肉好吃10000倍。阿姨，我也要，我要吃那个甜甜的菠萝。阿姨，你太厉害了，以后你就是我们的老大。子轩，你疯了！这都是吃海物，吃了会变笨的。我不，我就要吃烤肉。妈妈做的饭一点味儿都没有。你这个没素质的保姆，你故意带坏我们的孩子，我要向园长投诉你。那个小姑娘，你这菠萝烤的挺地道啊，能给我尝一串吗？老公，你在干什么？这都是垃圾食品。哎呀，你懂什么？天天吃那些没味的草，我嘴里都快淡出鸟了。这才是真正的烟火气。小姑娘，你这手艺绝了，有没有兴趣来我的酒店做行政总厨？不好意思，我只为霍家服务。喂，是相关部门吗？我要实名举报，城中村夜市有个许氏烟火烧烤摊儿，无证经营，用变质肉，今天还跑到贵族幼儿园里生火，给一群孩子吃了。你们快去查！若琳妹妹，办好了，明天晚上你自己盯着点儿。谁是摊主？我是。有人实名举报，你这里无证经营，用变质肉类，停止营业，接受检查。大家快看啊，这就是那个偷了许氏配方的黑心摊贩。家人们，这就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姐姐。他偷了我爸的手稿，在这里打摊坑人。这种人烤的肉，吃了是要进医院的。许清欢，我看你今天还怎么嚣张？无证经营不仅要罚款，还要按规定处理呢。别废话了，把你的健康证、经营许可、食材条账全拿出来，拿不出来，马上停业整改。他一个摆地摊的，怎么可有这些证件？您赶紧疯了吧！最近一次年检，上个月刚过。这是留样，每天每种肉留一份，冷藏72小时。我爸定的规矩，做了10年。这些
不是必须做的。是不是必须做，是你们说了算；要不要做，是我说了算。举报说我用变质肉，现在取样，当场封。现在送检，我出钱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，实名举报是有名字的，举报不实是要担责的。许小姐，你今天带了2台补光灯，这么巧？我是路过。路过？那你怎么知道今天会有人来查我？取样，结果出来之前，摊位不封，但要贴一张代假公示。该贴贴。我来晚了。不晚，该我自己办的事儿我办完了。补一句，他的食材供应链和霍氏中央厨床房是同一条，我可以出书面证明。但他的证件和流量和我没关系，那是他自己攒的。霍总，您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一个小偷，他偷了我爸的配方。许小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霍氏集团的法务部随时等候你的律师函。家人们，既然有人包庇小偷，那我们就用实力说话。明天上午，许氏高端烧烤餐厅将召开老字号传承发布会，届时我会当着全网的面展示真正的许氏秘方，彻底揭露某些路边摊的抄袭行径。明天你去？去。我爸那本手稿，第1页是空的，第2页才开始写字。他要是敢当众翻开，就有意思了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请看，这是我们许氏餐厅的主打菜——皇家御膳烤五花。我们采用的是进口电烤炉，无烟无尘，绝对环保，一份卖到3位数。想不想去砸场子？带上炭，走。许清欢，你来干什么？这里是高端发布会，不是你这种路边摊大妈能进来的地方。我来干什么？我来教教你，什么叫真正的许氏烧烤。保安呢？把这个疯女人赶出去！你偷了我爸的配方，却连最基本的火候都不懂。这是许氏姐妹的恩怨吗？你胡说！电烤炉才是现代高端餐饮的趋势，炭火那么脏，怎么配得上这个价？脏，没有炭火的炙烤，肉里的油脂就无法被彻底激发。你这种电烤出来的肉，死板、僵硬，端上桌都是砸招牌。许清欢，你少在这里大放厥词！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敢不敢现场比一比？让现场的评委和记者来评判，到底谁的烤肉才是真正的许氏秘方？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。好啊，盲测对决，输的人当着全网的面把偷配方3个字说清楚，从此不许再用许氏2个字。比就比，我难道会怕你一个摆地摊的？酱味太重了，完全掩盖了肉本身的鲜味。而且电烤炉的受热虽然均匀，但无法让肉皮产生酥脆的口感，嚼起来是软的、塌的，全是调料味儿，这根本不是烧烤，这是铁板烧，香精味儿太冲，肉发柴，咬不动。这个价钱，我在家门口摊子上能吃4份。不可能，我用的可是最贵的进口酱料。这火候绝了！外焦里嫩，肥而不腻，炭火的烟熏味和香料的比例达到了完美的平衡，这才是真正的烟火气，这才是能代表老字号传承的顶级烧烤。5位评委一致认定，右边这盘烤肉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。让我们揭晓盘底的名字。许小姐，您的皇家御膳输给了一个路边摊，请问您所谓的秘方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您刚才说输了就摘牌，现在兑现吗？不公平，这不公平！
肯定是霍北辰收买了你们，你们串通好来搞我的！你疯了吗？不知道躲！站住！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扣我？妈妈，救我！想杀人灭口，可惜你们今天一个都跑不掉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看清楚了，我父亲许大强亲笔写的，每一种香料的名目和用法，每一次改动的日期，每一页都有签名。落款10年前，我离家那年带走的纸张、年份、笔记、墨迹，随便哪个机构，现在就能验。许若琳，你口口声声说配方是你的，可你连紫苏和陈培的比例都搞不清楚。你只会用化学香精来掩肉的劣质，你配提老字号传承这4个字吗？手稿能证明什么？我手上也有一本，那才是我爸给我的。好，那你把你那本拿出来，当着镜头翻到第1页。我爸写东西有个习惯，第1页永远空着，留着改，第2页才落笔。你那本第1页写满了字吧？因为那本是他做旧了放进保险柜的，数字全是错的。你照着做了半年菜，自己没尝出来？这2年，我1个月跑一趟银行，把他名下所有账户的流水一笔一笔调了出来。这一栏，我爸住院的当天晚上11点40，许氏老店对公账户一次性转出全部余额，转入的公司3天前才注册，法人代表许若琳。我爸那天在重症监护室插着管子，你告诉我，他是怎么签的这个字？连救命钱都偷，你血口喷人！我是你爸的合法妻子，他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拿去投资怎么了？合法妻子？那我再放一段。我爸住院第3个月，我在病房外守夜，你在走廊尽头打电话，声音有点大。账上的钱我都挪干净了，配方也在我这儿。老东西醒不过来最好，真醒了，要我说了算。手稿、流水、录音，我在夜市烤了2年肉，不是烤着玩的，是等你们自己站出来。补一条，他们注册的那家公司法务昨天核过，是个空壳，就这一条，其余的都是他自己攒的。谁报的案？许清欢，你别得意，就算我进去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许清欢，你赢了又怎样？你爸住院这2年，所有的费用单子都是我签的字，医疗决定权在我手里。我明天就把它转出去，转到最便宜的地方去，看你上哪找人。这件事我一直压着，我爸的治疗安排确实一直握在这个女人手里。你看我敢不敢？许清欢，我就是要你什么都留不住。真要转院，以我爸现在的状况，经不起这一趟。别怕，有我在。抱歉，你没有这个资格了。徐老爷子昨天下午已经转到霍氏旗下的私人医院，霍氏的律师团已经正式申请变更医疗决定权。你现在连探视资格都没有，更别提转院。不可能！你们怎么敢？那是我老公！放开我！我是许氏的老板娘。你以为你赢了？我没赢，我只是把我爸的东西拿回来了。那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你从来不觉得那是别人的，所以你到今天都想不明白。霍总，这一次是我欠你的。你每天让小川吃饭，早还完了，走吧，回去了。霍北辰，霍总，救车，快！血压偏低，心率快，准备开通静脉通道。怎么会突然晕倒？霍总的胃2年前就查出问题了，这几天为了和许氏那家空壳公司，他熬了2个通宵。
而且他一直只吃冷沙拉和水煮鸡胸，从来不碰热的。2年，那正好是他太太走后，小川不说话的那2年。为什么不吃热的？以前家里的饭都是太太做的，太太走了以后，霍总就把厨房交给营养师了，说吃什么都一样。2年前，我也是这样坐在一条走廊上，我爸在里面，我在外面。那天我在心里发过誓，以后我认识的人，没有一个能因为一口饭落到这个地步。姐姐，爸爸是不是不吃饭才生病的？是，好，姐姐跟你一起看着。医生，霍总怎么样？你们是怎么照顾病人的？长期吃生冷，3餐没有一顿准时，胃黏膜早就损伤了，今天是急性发作，这个胃已经经不起折腾了，再这么下去，神仙也难救。我想起冰箱里那一排保鲜盒，生的甘蓝，白水煮的鸡胸，一滴油都没有。原来那间厨房里，挨饿的不止一个人。霍总，您该吃点流食了。拿走，我不吃。怎么，霍总不是最爱吃这种原味健康餐吗？以前天天吃生啃羽衣甘蓝，现在吃点白水煮粥，怎么还挑食了？许清欢，我现在的胃很疼，没有力气跟你吵架。不吃东西，胃只会更疼。这是什么？烧烤摊的隐藏菜单：炭火慢煨胡椒猪肚鸡汤，新鲜猪肚洗得干干净净，里面塞进1整只走地鸡，加入大量的海南白胡椒。喝吧，霍总，你要是嫌路边摊脏，我现在就把砂锅端走。用果菇不炭火慢煨了整整3个小时，胡椒能驱寒暖胃，最适合你这种胃出血刚恢复的人喝。还要吗？爸爸，你肚子不疼了吗？不疼了。姐姐，你救了爸爸的命，爸爸说救命之恩要涌泉相报，那你是不是可以做我新妈妈了？霍小川，闭嘴！大人的事小孩少管。二爷，是，他还在医院，您放心，等霍总一出院，我就把白小姐的资料递上去。二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少爷去公司了。我不找北辰，我找他。你就是那个在街边摆烧烤摊的许清欢？我是，您有何贵干？这张支票数额你自己看。拿上这笔钱，立刻离开霍家，离开北辰。霍老先生，您这是在演哪出豪门狗血剧？少废话！我们霍家是名门望族，北辰是霍氏集团的掌舵人，他未来的妻子必须是门当户对的千金名媛。你一个浑身烤肉味的女人，也妄想飞上枝头变凤凰？就是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。这笔钱够你烤一辈子羊肉串了。做人要知足。各位，我先问一句，这钱是霍总的意思，还是你们几位自己凑的？这不用你管，算你识相。你疯了！我没疯。我爸躺在医院2年，最难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守着一个炭炉子，没找任何人要过1分钱。我的手艺是我爸给的，不是你们家给的，所以这笔钱我不接。我不缺钱，更不稀罕你们霍家的门槛，不用你们赶，老娘我自己走。走了就永远别回来。豪门，我呸！谁稀罕伺候你们那群自以为是的草？你要去哪儿？回我的烧烤摊儿。霍总，
您的家人觉得我身上的烤肉味太重，熏到了你们霍家的高贵门基，我高攀不起，辞职了。我没同意，你哪里也不许去。放手！霍总，强扭的瓜不甜。你们霍家宗族已经给你安排了门当户对的联姻对象，我留在这里算什么？什么联姻对象？我根本不知道。哎呀，白小姐，您可算来了。哈哈哈哈！北辰，这位是白氏集团的千金白芊芊小姐。她是一位极简主义者，追求绝对的纯净和素食，她才是最适合做霍家女主人的人选。我已经安排白小姐住进别墅了，你们好好培养感情。霍总，您的仙女来了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麻烦松手。这些都是充满罪恶的食物，我们要吃充满大自然能量的生食。吃吧，这是最纯净的食物，能净化你们的灵魂。姐姐的肉是热的，我要吃肉，我要吃姐姐烤的五花肉，我不要吃草。小川，你怎么能这么污俗？肉类会让你变得充满力气。滚！带着你的草，滚出我的家！北辰哥哥，是二叔让我来照顾你们的。你干什么？霍北辰，你疯了！放我下来！跟我回家做饭。我还有客人呢，我的烤炉。你的摊子我包了，现在你只属于我。北辰，你太胡闹了！你把这个满身烟味的女人带回来干什么？白小姐还在呢，你让白小姐怎么想？北辰哥哥，这种人身上的浊气太重，会让你和小川失去内心的平静。我的家不需要你们来指手画脚。管家，送客。慢着，送客多没礼貌啊！来都来了，我请你们吃顿宵夜再走。1个钟头，这种菜急不来，急了肉就柴。要多久？这股味道不是一下子扑出来的，先是酱香，然后是肉的甜，最后是被油浸透的葱香。姐姐，好香啊！我要吃。太粗俗了，这些都是充满罪恶和油脂的垃圾。吃这种东西，简直是人类的堕落。就是乌烟瘴气。白小姐，我们不理他们，我们去吃纯净的有机蔬菜。白小姐，这充满罪恶和油脂的垃圾，好吃吗？要不要我再给你加热一下？白小姐，二叔，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你找的纯净名媛。我最后说一次，我的家只有许清欢能当女主人，以后谁再敢对她指手画脚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许小姐，您快来医院，您父亲醒了。爸，您终于醒了。徐老先生，关于您的妻子和妓女涉嫌盗走您的手稿，并伪造签名转移资产，您是否知情？我不知情，我从未把秘方给过他们，也从未在资产转移书上签过字。他们是趁我昏迷撬开了我的保险柜，我要求依法处理。清欢，你手上那份手稿是我抄给你的，配比是真的，但只有一半。保险柜里那本是我故意放的，纸做旧了，数字全错。他们撬走的是一本假账，这本才是全的。2年前你走的那晚上，我就封在病号符里了。现在
把正事交给你，许氏这块招牌就靠你撑了。转眼间1年过去了，爸爸，你笨死了！火太大了，肉要糊了，快翻面呀！闭嘴！第一次烤，能熟就不错了。霍总，您这手法不行啊，这肉都烤柴了。霍太太，许氏烟火的全国扩张计划，霍氏集团想全资投资。这张卡没有密码，随便刷。霍总，我不缺钱，我现在的身价养得起你和小川。但我这里缺个会烤肉的帮工，每天晚上管饭，不发工资。霍总，应聘吗？终身合同，绝不解约。